父亲年轻时自备30万，改装了单元楼里落后的水电，甚至牺牲我家阳台来安放设备。可20年后，邻居却举报我阳台违建。我跟他解释封的时候没占公共空间，他反而撒泼打滚，说我故意显摆，还拉着其他邻居嚼舌根。我不想跟他多废话。他却转头把我举报到城管，咬定我是违建。当我家阳台被拆除，露出里面藏了20年的东西时，全楼人都悔青了肠子。你家这个阳台到底什么时候拆？小许啊，周姐他们都反映了好几次了，说你这个封起来的阳台影响整栋楼的美观。影响美观？咱们虽然是老小区，还是要讲究个整体形象的嘛。别说那些虚的，我问你，你家这阳台有没有审批手续？没有。那你家这阳台就是违章建筑，按规矩就得拆除。看着我俩剑拔弩张的模样，物业王经理赶忙打圆场。小许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周姐也是为了大家好。为了大家好，他家住6楼，我家住2楼，我家阳台挡他家光了，还是碍他家事了。你管我住几楼？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破坏小区环境的人。好，那咱们就按规矩办，只要你能拿到城管的拆除通知书，我马上就拆。我用力把门关上，回到客厅，拿起我爸生前画下的草图，上面是我们这栋楼水汽改造方案，而我家阳台的位置被红圈特意标注。这个阳台封了整整20年了，是时候让它重见天日了。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，是业主群里的消息。各位邻居，我已经找过2楼那个违建户了，他的态度极其恶劣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我在城管那边已经走了程序，很快就会强制拆除。咱们小区的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维护。看着下面一连串支持周桂芬的消息，我默默关上了手机。第2天，城管的李科长把拆除通知书递到我面前，我没犹豫，拿起笔签上了我的名字。等城管走后，业主群里又热闹了起来。听说了吗？城管亲自上门给2楼下了最后通牒，姓许的当场就服软了，看他以后还狂不狂。还是周姐有办法，这种人就得治治他。我没理会他们嘲讽的话语，拿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。是李师傅吗？我家有个阳台需要拆除，价钱好说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最好天亮之前就让它消失。当天晚上，拆除队就抵达了小区。当工人们开始干活时，我的手机不停震动。这谁家啊？大半夜装修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是2楼那个违建户，估计是开始拆了。早干嘛去了？非要拖到半夜来恶心人。业主群里的抱怨声不断，连王经理也出来说话。许安，你虽然是在拆违建，但也不能半夜施工扰民啊，邻居们意见很大。面对手机里的轰炸，我完全没有理会。看着阳台被渐渐砸开，我的心里不知为何开始变得兴奋。爸，你当年说过，这阳台是我们家的保险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动。但现在是他们逼我的。经过12小时的拆除，阳台终于被拆了个干净，密密麻麻的管线道路全都露了出来。这些锈迹斑斑的铁家伙是这栋楼的命脉，而拆除后给住户们带来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。第2天一早，业主群直接炸了。有没有人觉得家里水有点小？刚才洗菜水流明显没以前冲了。我怎么感觉家里好像有股煤气味？是不是楼里的燃气管道出问题了？我家的灯刚才还闪了一下，该不会是连电压也不稳了吧？眼见业主们抱怨声不断，王经理赶忙出来打圆场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咱们这是老小区，水压不稳是很正常的。你们事怎么那么多？又是燃气又是电压，我家咋啥事都没有？谁家管道电路老化了就赶紧修，别到时候连累咱们一栋楼的人。这则消息一出，整个业主群沉寂了下来，住户们都以为这些问题会很快解决。可只有我知道，问题不在任何一户人家里，而是在那个刚刚被我打开的潘多拉魔盒里。到了凌晨，全楼水电燃气都没有恢复，业主群里的抱怨彻底升级。我打电话问过燃气公司，说我们小区管道没问题，水务局也说没接到故障报告，电力公司也都说正常。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？就在此时，终于有人提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：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些事好像都是从2楼拆阳台那天晚上开始的？我想起来了，从那之后的第2天就不对劲了。这么一说，好像真是啊，拆个阳台能影响到水电燃气。许安，你那天晚上到底干了什么？整个群里都在刷我的名字，周桂芬也反应过来，立刻把矛头指向了我。我就说这小子不对劲，拆个违建非要半夜拆，还搞出那么大动静，肯定是他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。王经理，你赶紧带人去他家看看，他家那个阳台下面肯定有鬼。看着手机里充满了恶意的文字，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而就在我放下手机的一瞬间，门铃突然响了，整栋楼的住户都来了。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你家阳台一拆，整栋楼都不对劲了，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？我侧过身，示意他们进来看看。周桂芬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迈步就往里走。当他们走进客厅，看到那堆盘根错杂的管道，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水管、煤气管怎么都在这里？你把这些东西弄到你家了？他们一直在这里，只是以前被墙挡住了。小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栋楼是60年代的试验性建筑，为了节约成本，施工队变异形式，把整栋楼的水电气枢纽都集中在了这个角落。后来图纸遗失，资料断档，这事就成了一笔糊涂账。所有人都听呆了，这个信息量太大，他们一时半会消化不了。周桂芬最先开口，声音满是怀疑：怎么可能？谁家会这么设计？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？信不信由你。我爸当年发现了这个安全隐患，但由于不知道找谁反映，
所以只能自己动手改造。说着，我指着几个关键的阀门和接口。他加固了管道，更换了老化的阀门，还增加了一个稳压装置。为了保护这个枢纽不被外人误碰，自费把这里封了起来。可没想到，20年过去，他当时的好意变成了你们眼里的违建。听完我的话，客厅里一片死寂，邻居们的脸上满是恐慌。周桂芬终于意识到自己惹了多大的麻烦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不是说有稳压装置吗？怎么还会出问题？因为你们举报违建，让我拆了这面墙，而我爸装的稳压装置则在墙里藏着。现在墙没了，装置自然也没了，枢纽回到了之前不稳定的状态，所以水电气都出现了波动，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我的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。周桂芬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现在这个老旧枢纽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，承受着整栋楼的负荷。你们觉得它还能撑多久？那你快把它装回去啊，许安！我命令你立刻把它恢复原状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差点笑出了声。周桂芬好像忘了，正是她带头举报，我才拆掉了这一切。恢复原状？你是不是忘了，这可是违章建筑，城管文件上写着必须拆除。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违建的事我可不敢再干了。我的话彻底击溃了周桂芬的心理防线，而王经理也终于反应过来。小许老弟，我求你快想想办法，再这样下去要出大事的。今天只是水电不稳，万一要是哪里炸了，我们一栋楼的人都得完蛋。望着王经理惊慌失措的脸，再看到其他邻居脸上的恐惧，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只是平静地说出了那句他们最不想听到的话。我没办法，这是你们的选择。凌晨3点，我的房门被累得震天响。许安，开门，快开门啊！停了，全停了，水电燃气全断了，整栋楼都炸锅了！求求你，快把阳台装回去吧！我没有立刻去开门，而是去厨房烧了一壶水。门外的砸门声渐渐变成了有气无力的拍打。我端着茶杯喝了一口茶，然后拉开了门，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。看到我手里端着一个冒着热气的茶杯时，他们的表情更加精彩了。你家里怎么还有电？我爸以前喜欢户外钓鱼，留了个小型的蓄电池应急电源，充一次电能用几天。听到我的话，周桂芬冲了过来，指着我的鼻子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非要逼死我们一整栋楼的人才甘心吗？”周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逼你们的是我吗？当初是谁在业主群里上蹿下跳，说我的阳台影响美观？是谁组织大家一起举报，说我自私自利？又是谁拿着城管的通知书，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说我活该？我每说一句，周姐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我按照你们的要求拆了违建，遵纪守法，配合了所有工作。现在你们要的美观有了，小区的整体形象也保住了，你们应该高兴才对。为什么要来砸我的门呢？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在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。那些曾经附和周桂芬的邻居们，现在都低下了头。小许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没有水电气，这大半夜的又冷又黑，家里老人孩子都受不了啊。是啊，小许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吧。哀求声此起彼伏，看着他们的模样，我只觉得可笑。可怜你们，当初你们逼我的时候，谁可怜我了？你们亲手把这栋楼的保险拆了，现在出事了来找我哭，你们不觉得这很荒谬吗？听到我的话，王经理一下子抱住了我的腿。许老弟，祖宗，算我求你了，我知道都是我们的错，是周桂芬，是她挑唆的，我们都是被她蒙蔽了。对，就是他，我们都是听了他的鬼话。没错，他就是个害人精。一场批斗大会在我的门口上演了，我叹了口气，装出为难的样子。各位，不是我不帮忙，你们也看到了，那个枢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，很多零件现在也买不到了。最关键的是，说到这里，我顿了顿，阳台是违章建筑，我今天要是把它恢复了，万一哪天又有邻居觉得影响美观，再去举报我一次，我不是又白忙活了吗？所以各位请回吧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的反应，砰的一声把门再次关上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会搞成这样吗？你就是个瘟神。现在好了，大家一起跟着你倒霉。周桂芬的辩解声被淹没在愤怒的声讨中。从这天起，她成了全楼的公敌。接下来的2天，全楼试了一切办法都无法恢复水电气。于是，在第3天的早上，我的房门被人敲响，来者是楼上的住户钱老师。孩子，我们是来给你赔罪的，是我们不对，听信了周桂芬那个长舌妇的挑唆，才惹出这么大的祸事。我们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啊！说着，钱老师就要朝我鞠躬，我赶紧伸手扶住他。钱老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使不得！虽然我恨这栋楼里的大部分人，但对一个愿意放下身段道歉的老人，我还是保持了基本的尊重。我们知道让你把阳台恢复原状是强人所难，不仅费工费钱，还担着风险，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。钱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到我面前。这里是5万块钱，是我们几家邻居凑的，算是给你恢复工程的费用。只要你肯帮忙，后续不管要花多少钱，我们砸锅卖铁也给你凑。剩下的邻居也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。这栋老楼里的住户大都不是什么有钱人，能在一夜之间凑出5万现金，看得出来他们是真的拼了。看着那个信封，我摇了摇头。恢复它可以，但是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周姐在群里发道歉信，置顶3天，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；第二，凑20万启动资金，修枢纽的钱除了我家之外，全楼均摊。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。
先不提让周桂芬道歉的条件，光是20万的定金，再加上一笔实报实销的总费用，还要按户均摊，这已经不只是惩罚了，这是在割他们的肉。钱老师一行人走后，我的世界恢复了安静。可没过多久，楼道里就爆发了绝望的争吵声。我算了一下，这20万我们35户均摊，每家大概是5700多块钱。我们家一个月收入才多少钱？我男人下岗了，孩子还在上学，一下子拿出将近6000块钱，你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吗？那能怎么办？拿不出钱，许安就不开工，我们就得一直这么耗着。你们谁能耗得起？都怪周桂芬那个贱人，要不是她，我们至于遭这个罪吗？这笔钱就应该让她一个人出。对，让她出，谁惹的祸谁承担。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楼上传来了激烈的争吵声。周桂芬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把我们害成这样，现在想装死？赶紧拿钱出来，不然我们今天就拆了你家。我没有钱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钱，你们别逼我了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接着是更多邻居的怒吼。姓周的，你不仅要拿钱，还要写检讨。我们家孩子都发烧了，你要是还有一点良心，就赶紧的。哭喊声、咒骂声持续了很久，最后只剩下女人低低的啜泣声。我知道周桂芬败了。又过了一会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那个熟悉的头像下面是一篇足以让他社会性死亡的文字，致2号楼全体邻居及许安先生的道歉信。这封信像一颗重磅炸弹，在死寂的业主群里炸开了锅。我的天，真的是他搞的鬼！我就说一个阳台怎么会影响美观，原来都是他编的。太恶毒了，这种人怎么配当我们的邻居？还以为他多有本事，原来就是个跳梁小丑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我们家老人孩子受的罪和损失的钱，他怎么赔？那些曾经为周桂芬摇旗呐喊的邻居，此刻就属他们骂得最凶。我看着那封信，心中没有太大的波澜。我拿起手机在群里发了个消息：王经理，按照说好的，这封道歉信要群里置顶3天，做得到吗？我的消息一出现，整个群瞬间安静了下来。装死的王经理几乎是秒回：做得到，我马上就办，您放心。几秒钟后，群的顶部出现了一条置顶公告，正是周桂芬那封充满了屈辱的道歉信。我满意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的房门被敲响了。就在我打开门的一瞬间，钱老师就把手里的卡递到我面前。小许，20万一分不少。周桂芬把给他儿子结婚买房的钱都拿出来了。我接过那张卡，周桂芬的身体颤抖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剜心般的剧痛，但她什么也没说，也不能说什么了。王经理也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。许先生，这是我们34户签署的协议，您看看。我打开看了看，协议的内容很简单，授权我全权负责本次管道枢纽修复工程。第二，工程产生的所有费用由34户业主无条件均摊，并自愿放弃对账目的一切异议。第三，全体业主共同承诺修复后的阳台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次提出异议或举报，如有违反将赔偿本次工程总费用的10倍。每一户的户主下面都签着字，按着鲜红的手印。你们闻到没有？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焦糊味。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愣住了，随后用力地嗅了嗅，他们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。这是电线绝缘皮在慢慢融化的味道。以前有我父亲装的装置，很安全，现在它没了，短路起火可能就在下一秒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尖刀插进他们的心脏。到时候消防车来了，发现消防栓里一滴水都没有，你们猜会发生什么？所以你们做出的选择很及时。他们的大脑里仿佛有炸弹炸开了。王经理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坐在了地上。钱老师的身体也在不停地颤抖，他看着我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许安不是在敲诈，他只是在陈述一个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我们不是在跟许安谈判，是在跟死神赛跑，而他是那个唯一掌握着发令枪的人。下半场关于修复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第二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2号楼下已经站满了人。我穿着一身工装服，手里拎着一个工具箱，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。我的出现像是在人群中按下了静音键。想彻底恢复供水，还差一个关键零件——双向液压缓冲阀。这个零件早就停产了，新的买不到，只能找旧的。我把目光投向了人群中那个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的身影。周姐，我记得你先生以前跟我爸一个车间的。听到我的话，周桂芬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爸跟我提过，你先生也领回来一套阀门工具，不知道那套工具还在不在？我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狠狠地扎进了周桂芬的心里。那套工具是她过世的丈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念想，是她视若珍宝的东西。现在我却要她亲手把它交出来。周桂芬的嘴唇哆嗦着，她看着邻居们那催促的眼神。最终，周桂芬点了点头。爸爸，你去拿下来吧，我们都等着你。周桂芬转过身，迈着沉重的步伐消失在单元门口。邻居们看她的眼神，有的只是冷漠和理所当然。这才是真正的惩罚，不是金钱，不是劳役，而是诛心，把她最珍视的东西从她身上剥离下来，让她为她的愚蠢和自私付出代价。大约过了20分钟，周桂芬抱着一个箱子出现了。我接过箱子，打开了它。是啊，我把箱子里最厚实的包裹拿了出来，随后小心翼翼地拨开油纸。双向液压缓冲阀找到了，我把它举起来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。太好了，找到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他们激动地互相拥抱着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欢呼，我拿着那个阀门走到管道枢纽前，然后把这个零件安装了上去。我拧紧最后一颗螺丝，站起身。王经理，去通知楼上，10分钟后正式恢复供水。这一次是24小时不间断供水。人群彻底沸腾，他们对我的称呼从许先生变成了许大师。核心零件双向液压缓冲阀采购费5万元，这笔钱我会直接从工程款里转给周姐，算是我们大家对她丈夫留下这套设备的一点补偿。邻居们不敢质问，
他们啪一开口，这刚刚恢复的自来水就又没了。我看向周桂芬，她空洞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我没有理会她的想法。明天继续，各回各家吧。经过几天的修理，燃气也恢复了。我接上最后一根线，拿出了一个绝缘的长杆，顶住那个老式的空气开关总闸，深吸一口气向上推去，啪，亮了，我家的灯都亮了。那一瞬间，整栋2号楼灯火通明。许大师牛逼！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喊出了这句话，随后许大师牛逼的呐喊在小区里久久回荡。我站在那片光明之中，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。我的复仇结束了，这场战争我赢了。3天后，所有的工程款打到了我的卡上。王经理代表全体业主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8个烫金大字：技术精湛，恩同再造。同样，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。邻居们见到我都会喊我一声许大师，再也没有人敢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。我看着图纸上父亲那熟悉的笔记，爸，你看，我把你的保险升级了，窗外万家灯火，而这栋楼里的光明由我掌控。业主群里周桂芬那封道歉信依旧高高的置顶着，我偶尔会看到她下楼扔垃圾，她总是低着头，脚步匆匆，像一个幽灵。听说她儿子因为婚房的钱没了，跟她大吵了一架后，已经很久没回来看她了。那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周桂芬彻底消失了。